你对于一些人际关系，对于一些冲突的事件呢，方医师建议你用多元的思考。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是全对或全错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全部是好人或者是坏人的。你今天如果要思考，你就要用多元各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我在未来健康研究院。今天这一集呢，是我们养生系列的第5集。养生要靠自己，方医师提到几个办法，简称叫多多少少。少吃多走，少想多睡。我们不要期待说我们会找到什么养生圣品或千年灵芝啊，吃了之后呢，马上免去病痛，延年益寿。就像武侠小说里面一样，好像捡到武林秘籍的人啊，马上可以成为东方不败啊。甚至有人认为啊，基因编辑直接更改我们基因的设定啊，也可以制造出超级的人类。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体跟大脑是演化来的，不是被设计的，所以不太可能因为单点的突破就改变我们整个身体跟大脑使用的方式。那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吃降胆固醇的药，那可以延年益寿吗？胆固醇药是一个很厉害的药哦，它可以降低胆固醇1半以上。那降低胆固醇就可以延年益寿了吗？没有，它只减少了你心肌梗塞、脑中风的发生率，但是它同时增加了癌症、脑出血的比例。所以呢，总体来讲，它并没有延年益寿。那抗氧化剂总是很 OK 的吧？抗氧化剂可以减少发炎啊，可是我们身体需要一点发炎啊。你用了抗氧化剂以后，那我们身体连发炎的能力都没有，那最后的结果也没有比较好。那维他命 B12 总算是比较好了吧？那 B12 在做什么事情呢？ B12 是在让我们身体的化学反应，细胞里面制造更多的 DNA 跟蛋白质啊。那当你吃了一大堆 B12 以后，血液浓度都已经到顶了，造成你身体呢出现癌化的风险。根据研究啊，如果 B12 浓度很高的人群啊，他得到癌症的机会啊，是正常人2倍到5倍。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吃这些很厉害的药，我们就可以成为超级人类了。我们有时候去更改某一个点啊，虽然在那个点上得到一些好处，但是到最后啊，整体加起来呢，甚至得到一点坏处，是平衡的。这就是一种骨牌效应。所以方医师的养生方法呢，不是靠单点突破，不是用药物、用营养食品或基因改造，而是要去配合我们身体跟大脑原来的演化设计，去自然而然的去使用它们。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养生方法。那合理的养生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我们大脑、我们身体在这个演化当中的一个使用方式。也就是说，在现代的生活中，我们要去过原始人的生活。原始人是怎么生活的？原始人生活早上天一亮他就起床了，然后他呢也没有东西吃，然后东西整理整理就去打猎了。那走很久的路，打猎完呢回来之后呢，大家回来围个萤火，那把这一餐给吃了。那到了晚上天一暗就睡觉了。所以原始人是不是少吃？是不是多走？是不是多睡？那原始人会不会少想？原始人其实他也没有东西可以想。自从人类过群体动物以后他大概有一个小小的部落，这一部落可能是100个人左右那你就是要应付这100个人。那你身边可能有这几个最亲密的朋友。那你们沟通方式是什么呢？沟通方式呢，原始人就在沟通了，他们用图像思考，他们也没发展很多语言所以他们在山洞上会画一些确居的牛那告诉说，这一个方向有牛所以这个沟通方法就是用图像。所以我们要尽量像原始人一样，然后呢，维持一个规模不大的一个人群，然后用图像方法做一个思考。那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你要去减少你物质跟精神上的欲望，你就必须要少吃多走，少想多睡。那其中最难的是什么？就是少想。因为这个现在是一个资讯的社会，我们每天都受到一大堆资讯的轰炸，我们很容易得到思考的暴食症。而且呢，我们很容易成为这个资讯社会的奴隶，随时有很多广告，随时很多短影片
会让我们分心。我们在这个资讯世界里面我们是 M 型发展的长尾巴呢，我们不是资讯的制造者呢，我们是资讯的消费者。我们被喂养，好像一个大型鸡场的鸡然后每个都被喂养，喂得白白胖胖的，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我们有点像是电影《骇客》里面那个机器人在喂养的植物人呢，就好像一个人然后身上插了很多电线那每天做很多很酷的梦然后我们就活得很好。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大脑的发展上人类并不完善。如果让这个呢只能够应付100个人左右的大脑去抵抗现在资讯社会的轰炸，我们还要跟 AI 竞争呢，我们怎么让我们大脑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方医师为这个现代社会大脑的进化，我设定了几个思考的规则。这思考规则呢有5个层次。第一个，方医师认为我们思考要有限制我们无边无际的思考不是好事。什么归你思考的就你思考，什么不该你思考的你就不用思考。那你从小到大经过学习，经过工作，你有很多你的体验经验，你要形成一套自己的思考体系。你不要像堆积一样，然后越堆越杂，越堆越杂。我跟你讲，你用堆积式的学习呢，到50、60岁记忆力不好的以后就会散掉。所以你无论如何要在既有的基础上去增加你的知识，要形成一个思考的体系。你对于一些人际关系，对于一些冲突的事件呢，方医师建议你用多元的思考。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是全对或全错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全部是好人或者是坏人的。你今天如果要思考，你就要用多元各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强迫自己用各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至于复杂的事情呢，我们要用图像思考。单纯的事情我们可以用想的，用推理的，但是用复杂事情要用感受的。比如说你要买一个房子，那怎么买？你要考虑地价，考虑什么吗？你就住在那个地方，你给他坐半个小时，你白天也去，你晚上也去，你去看这个感觉好不好？你去感受那个环境，用图像思考。最后你社会实践方面呢，方医师说要去掉自我，你要做去掉自我的同感，去掉自我的同感，也就是说，你要去感受这世界的美好你要感觉人心的美好你要去做你的社会实践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先把我自我呢弄小一点，甚至去掉自我，然后去感受它。比如说你去看一幅画，然后你就说，我觉得这幅画好好看，我觉得这幅画是用什么什么画的，我觉得这幅画呢应该可以卖很贵。方医师说这样子还不够好因为你去审美你这审查这个美你最好把这个我拿掉，形成一个没有我，然后去跟这幅画这个画家想要表达的感情产生共鸣，产生共振，这就是所谓没有自我的同感。那今天这个5个规则就是一个思考的方法，也是我们资讯社会里面用大脑很需要去考虑的东西。所以养生系列除了过原始人的生活，还要小心你思考的一个问题那这5个方法呢，可以提供你参考。谢谢各位。